大家好，我是东门 Escape， 欢迎来到 MetaMask Clone EP08。在上一集 EP07， 我们讨论的是 TRX 作为原生资产，在钱包系统运行期会发生什么？这一集我们继续往前走，把视角放在 TRC20。我要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一集不是在教你写 token， 也不是在分析 token 安不安全，我们只是从 Wallet System 和 Backend 的角度来看，当 ERC20 成为支付单位时，钱包系统在运行期需要面对什么？如果你从接口层来看， TRC20 和 ERC20 是非常相似的，你会看到一样的函数 Balance of、Transfer 和 Approve。从运行期来看， ERC20 的 Transfer 本质是一次合约执行，执行的成本是 Gas， 就是 ETH 或者是 BNB。TRC20 的Transfer 同样是一次合约执行，但执行的成本是来自 Tron 的运行期资源，并最终以 TRX 结算。所以在钱包系统里，我们不会把 TRC20 当成复杂的 token， 而是当成一种基于合约的支付单位。差异不在 token， 而是执行成本的模型。在进入钱包系统交互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可使用的 TRC20 合约。这里我会使用 Tron 官方提供的 TRC20 示例合约，只做一件事，把它部署到 Testnet。这个 deployment 的目的非常单纯，教学、测试和验证 Wallet System 的行为。我们不讨论 token 设计、token 发布、token 安全性。你可以把这个合约当作钱包系统的一个测试依赖。好的，我们打开官方文档。首先，我们需要安装 TronLink。TronLink 我们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去这里加载 TRC20 Contract Template。我们就暂时放在项目里面。我们打开 token.so， 就是这个文档，这个 Solidity Code。然后我们把它的名字改，变成我们的 token 的名字。这个是 Total Supply， 我们就不要理它吧。所以在这里我们改 Escape Token， 名字我们放 Escape。之后我们就做 Deployment。这个 Contract Deployment 是 Mainnet 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去 Shasta Testnet 的话，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 link， 就是这个。首先我们 connect TronLink， connect 了之后，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 connect 第一个 wallet， 因为我的第一个 wallet 是有 TRX 2000左右足够做 deployment。 好了，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上传全部的 Solidity Code。上传之后，我们按 Compile， 这里我们就要选择 Compiler。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 Compiler 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就看回我们的 Solidity， 这里是 0.5， 所以我们选 0.5 的version， 任何一个 0.5 version 都可以。
我们就选 0.5.18 吧。至于其他的我们就放 default。好了，没问题。过后我们就按 deploy。deploy 我们就要选择 main contract。main contract 就是 token。其他的东西你就放 default 吧。然后按 confirm，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好了，没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 contract address。这个就是 create contract 的 transaction。然后我们可以 verify contract， 这个是 optional 的，我们就尝试吧。自动填写。compiler 就是选 0.5.18。其他的我们就不要理它吧。我要上传那个 contract。verify and publish。 contract 没有名字，我们的 contract 是 token。为什么我知道是 token 呢？是因为这里已经讲明了。好了，没问题，我们就去 view contract detail。这个就是我们的 smart contract address。在之前 EP04 关于 ERC20的集数里，我们用过 OpenZeppelin。当时 OpenZeppelin 的角色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 ERC20行为实现。在这一集 TRC20， 我们仍然会提到 OpenZeppelin， 但它的角色已经不同了。在 Wallet System 的视角下， OpenZeppelin 不是安全背书，也不是生产建议，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作为 ERC20世界中钱包系统默认假设的行为模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 ERC20和 TRC20的教学保持一致，而不是让你去复用合约代码。好的，下一步我们就 create 第一个 test case。我们先从最稳定的第一步开始，查询 ERC20 balance。钱包系统需要处理的是 token 合约地址、用户地址返回的 token balance。这一步和 EP07 查询 TRX balance 的角色是一样的。建立一个运行期的基线状态。首先，我们 create 一个 test case class。test case class 的名字是 testTRC20。然后我们打开 Crowdcode。接下来我们要把 Wallet CLI 加进去我们 MetaMask Clone 项目里，以便 Crowdcode 可以 refer Wallet CLI 的代码。我们打开 Wallet CLI， 我们抄它的 path， add directory。好的，这个是我的 prompt。Please create a test case to get TRC balance. You must use gRPC protocol only. Please refer to Wallet CLI working directory. It is source code for Tron Wallet。在这个 prompt 里面，我会给它 Wallet address， 还有 TRC20 contract address。我们会使用 Plan Mode。我们忘了和他说是用 testnet。我们也是忘记跟他说 Tron gRPC client。大致上只有这两点。我们教他用 Shasta testnet， 还有教他更改 Tron
gRPC client 增加 TRC20 的 function。它这个 get TRC20 balance 的写法有点错误，因为它 default decimal point 是6，我们的 contract 是18。它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太适合这样子。OK， 我教他拿 decimal point， 还有我教他拿全部的 token information。好的，没问题，执行。来，我们看看它的代码。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因为它已经成功的拿到我们的 token 名字、symbol、decimals， 还有 balance。balance 应该是正确吧？我们看看。是的，正确。我们看看代码。你看看它的代码，很多会有很奇怪的function名字，因为它没有 Web3J 那么直接。Web3J 它本身是一个 SDK， 他们把那个 code 写到美了，我们只是负责调用就可以。我的 CLI 上次我们也是重复了很多次，它是一个图令，它的 code 是拿来呈现某些 function 的。所以它不像 SDK， 就是给你调用，其实是 Cloud Code 是从我的 CLI 里面抄出来的。OK， 我们测试一下。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进入这一集真正的重点，发送 TRC20 token。从我的 backend 的流程来看，构建合约调用，使用私钥签名，广播交易。但和 TRX transfer 不同的是 ，TRC20 transfer 是一次完整的合约执行，这和 ERC20 一样，也是调用合约。这意味运行期成本更高，执行路径更复杂，失败场景更多。在 Wallet System 里，我们不会试图控制这些复杂性，而是做一件事。正确的发起执行，并如实呈现执行结果。钱包系统不保证成功，只保证行为是正确。好的，这个是我的 prompt。Please create a test case to transfer 1.1 EGT。我们也是用 Plan Mode。我们看看它的 plan。它的 confirmation 是3秒钟，我觉得是不够了，最好是10秒。其实这个写法不是最好的，因为它里面它要拿 token 的 information， 它就重复 call 了2次。没关系了，我们就这样子吧，反正这个是 MetaMask clone， 不是真正的 Wallet System。这里也是啊，应该最好的方式是，这里已经 call 了1次，所以那个需要的 token information， 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其实需要的是 decimal， 我们就 pass in decimal 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 call 很多次，总共5次。不仅我们就这样吧。OK， 执行。
好了，它完成了。有问题？我的了解应该是不用算 energy 的。OK，这次应该没问题，因为有问题的话，它这里就会有问题了。我问他有没有 check 那个 transaction status，我们看看它的代码。他每次都会去拿 token 的 decimal。他成功的调用几次了？好，我们做一个新的 testing，我们就 test 这个，我们稍微改一改。1.2，1.2，4.5，没错，没问题了。Cloudcode 成功帮我们 implement Send ERC20。接下来我会更新 UI，支持 TRC20、Get Balance 还有 Transfer。我会 Fast Forward。我们来总结这一集。在 Wallet System 的视角下 ，TRC20是一种支付单位 ，TRC Transfer 是一次性合约执行，复杂性来自运行期而不是 token 本身。钱包系统的职责是执行已呈现，而不是保证结果。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点，TRC20就不会显得特别复杂。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在做钱包或交易系统 Backend 定制课程与技术顾问，请看说明栏。下一集我们会进入 Bitcoin， 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钱包系统思维方式。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